接到电话后，胡一南立刻指示黄岩博物馆组织专业力量，次日一早赶赴现场查明情况。5月3日上午9点，胡一南和博物馆馆长罗永华带领的工作小组赶到了前郊村大坟岗。仅仅一夜之间，原本静谧的大坟岗脚下已经聚集了无数的村民，连旁边的山上。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、情感不顺、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-8213511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-82135。就是涓涓细流吧。但是考虑到里边已经发现有水，那需要进一步做这个工作。结果呢，又在这个边上呢稍微高一点的位置上打了第二个排水口，那个排水口一打开啊，这个水是喷流而出，水量很大。一开始流出来的是带一点可能黑的，里面可能还有一些碳，然后再以后过了10分钟，它就全是清水。我们在现场大概是等了1个多小时，水都还没有放光的意思，还是非常急的。所以什么时候放光也不知道，那个时候都是11、12点了。我们就说，要么我们都回去休息好了。有的还比较珍贵，这一点我们感觉还是蛮激动的，就是能够发掘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木桩，没扰动过的啊。那么非常原汁原味的是吧？棺木中的景象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激动不已，期待着能继续展开进一步的清理。有更重要的发现是，郑家利和丝绸博物馆的专家却决定终止开棺清理工作。